欢迎收看北京讲文化大革命第25讲。当说到文革中的中国人，那10年是怎么过来的？那大家都觉得是熬过来了。那经常有人说啊，中国人几千年从来就不会反抗啊。我们今天这一讲呢，就聚焦在这个点上，带大家去看一看，实际上中国人在文革中啊是有反抗的啊。这个反抗的方式啊，不一定是大家想象中的什么揭竿而起啊，就起义了、革命了、推翻共产党统治了，不是这样。它是以一种生存为前提的用自己的方式甚至一些基层干部带头去化解由中央压下来的一些非常不合理的政策一点一点的去蚕食这个互相之间的压榨的空间这么去慢慢做到。那在冯克的这个讲文化大革命这本书里给这个命名呢叫宁静革命一种很安静的进行的一种革命，最终全国都去效仿都在做。那好，我们今天具体的来讲一讲都发生了什么。我们先到延安去延安精神经常说是吧，就是提倡无私奉献、我为人人的原则。那人人都融入起来，才能够汇聚成这种开山移海的力量，是吧？那么延安呢，在整个中共的这个想象中它是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地方，但实际上那个地方非常穷。那么当地人呢，也要尝试着摆脱这个贫穷，对吧？所以当宣传队在1974年12月到延安的时候，就发现当地的这个黑市发展的十分蓬勃，而且很成熟了。比如有一个村早就不再花心思在那种干旱贫瘠的那种泥土上我种出食物，不想这事儿了，改为以卖猪肉为主。那国家是有这个上缴口粮的要求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用卖猪肉赚来的钱，再从市场上买回玉米，然后再上缴给国家，再交差。整个这个行动还不是一些村民自己干的，是由当地的地方干部来推动。说这个村里没有一个人对政治有兴趣。林彪死后都3年了这林彪的这个海报还挂在这村里，这墙上那些政治标语都已经褪色了大多都是这个1969年的时候贴在这里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有人对政治感兴趣。其实那这就是类似一种市场制度了，是吧？那不只是延安你比如说从西安坐车不到2个小时路程有一个洛南县，这里边一个一个的人民公社已经分家了公有财产和这个生产责任都已经还给各家各户了。说这个政府呢，这20年来当时都规定农民只能种单一的作物，好增加口粮生产量，应付城市的需要，甚至贩卖到国际市场。这当时中共的所谓国家一盘棋，对吧？但是呢，上有政策，中国老百姓永远是下有对策。那么这些很多村民怎么做呢？他们就只种黑市里卖的好的作物，甚至还有人把农地租出去，自己到城里去打工去了。而这个打工不是后来改革开放那种正经的工作他们都只能是去一些地下工厂工作，然后把这个收入再寄回到村里这也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经济自由嘛。这些都是发生在文革时候的你想我们想象中的中国这个最变态管理最严苛的一个时段但是你看看中国的这些底层的民众都是怎么去消解这些中央政策的怎么去做的。西安在北一点的地方怎么做呢？还有一些干部对于村民们忙自己的事儿不管不问就等于是默许的。
门上贴的呢，都是一些用传统书法写的一些吉祥话啊，也都不是那些政治标语了。说党干部啊，也没有什么兴趣读报啊，你更别提说什么跟上党的路线了。说这里，都不开什么党的会议啊，什么上边规定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这个著作啊，一本都没看过。有些生产大队把电话线都剪了啊，拿去让这个村民啊晒甘薯去了，所以也不可能开什么电话会议。这些人民呢也不为公社工作，任何有专长的人啊，都是谁出价最高我就为谁工作。你比如医生在当地要收诊金才去看诊，也有这种干这个个体经营的工匠。这一切都发生在陕西啊！你看一说起来呢，也有上百人曾经挨饿，有人吃泥巴、吃树皮为生，是不是？但是呢，也有这样干的人，都有。那么，极端的贫穷和一种我们所谓的中国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一般都是一起出现的啊。我们现在来说说安徽。安徽是59年首批闹饥荒的省份之一，但也是首先摆脱大饥荒的省份之一。因为什么呢？他们在1961年的时候就准许农夫租用土地了。因为这个事儿，1962年夏天，毛泽东还抨击那个省长曾锡圣，说他是走资派。所以呢，接下来几年因为毛泽东批评了嘛，所以这个当地的土地又重新收归公社所有了。后边因为林彪这个军政独裁垮台了，士兵也都退回军营了，所以很多乡下地方的农民又开始试图重新夺回这个土地的控制权。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有意思，有些中国人的这种反抗它不是那种暴烈式的、激烈式的，而是呢，就有人说，经常说中国人喜欢跪着，对吧？他是跪着的时候呢，他当然心里是不服你的，但他就是那种假意的跪着，然后趁你虚弱的时候，趁你不备的时候，他又再偷回来点夺回来点，反正就是这种拉锯，用这种方式。所以呢，他们就当时意思让国家你要给出一点权利来返回一些权利，所以当地的一些干部带头把土地就分给农民了。甚至有的时候呢，政府会代表还和这些种地的农民商量就是你把一些比例的这个农作物上交给党干部然后好制造一个像上边交差的，制造一个我们这个公社还存在的一个假象。所以呢，这农民呢底下就是用一些钱或者一些农作物就买通这个干部，这就是一种贿赂嘛。中国就是这么一个风气所以上层的分裂呢，就加速了这种市场法则的回归。在整个文革期间，领导阶层之间的这些党争派系斗争就使得这个政府的政策朝令夕改。所以呢，村民呢就经常受到这样的政治动荡的波及。就这个他们集体经济的内容就是上面计划经济、集体经济这个内容就不断变更。不管是自留地的大小一户人家到底要养几头牲口你就反正就不停的变。所以因为这个规则变化的太频繁了，所以呢，这些基层的干部就有了自己去诠释这个规则以及各方之间在底下去谈判的这些空间了。1970年夏天，北方地区的这个农作会议之后，因为周恩来想要修复极端公社化带来的破坏那么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报纸上就发了多篇文章，都在强调呢，农民有权利耕作自己的自留地。那这些地区性的农民市场就活跃起来就有这些经济作物反过来可以帮助所谓的集体经济。当然了，这些措施并不能够推翻大跃进
酿成的这个灾难啊。但是呢，又相较于后来的这个农业上学大寨啊这种极端化的手法呢，又好一点啊，就介于两者之间。1971年12月26日，就这个搞这个大寨的这个陈永贵啊，和毛泽东共进午餐，推行农业学大寨口号。这个7年之后，这个时候呢，《人民日报》开始劝大家要慎防啊，谨慎的防什么呢？盲目学大寨啊，这个官方口风又变了。林彪死后的这个肃清运动也有助于比较温和的一种农业方针，因为支持极端公社化的6位省级领导都遭到了撤换。当然陈永贵并没有了，他1971年之后也没有销声匿迹啊。陈永贵在73年的时候还当选了政治局委员啊，调到北京，2年后甚至任命为这个国务院副总理。这个就不说他了。毛泽东死后，他还在到处批评啊。好，因为领导阶层的信息啊充满矛盾，所以就造成不同的农村呢做法是不同的。有些地方那个干部就特别过热，脑子狂热，所以他就会继续推行这种激进的公社化，这种集体经济，禁止自留地。但也有些地方呢，这些农民啊干部他就有一些空间可以追求个人的一些东西。但最重要的是呢，就是林彪这个事件啊，就导致这个党的这种地位受挫，所以就有很多的这些干部啊就开始故意扭曲上边国家下来的命令了，就大大偏离了所谓领导层的原意。你比如一名村干部就曾经说说因为政府的政策一直摇摆不定，又常常在这个批斗大会上受辱，所以其实当时文革的时候，很多的这些基层干部啊，虽然是党员啊，但是已经对政治啊非常讨厌了，一心思就放在生产上了，反而，所以他们会有一些人呢，就把这个公社的财产啊，每一部分都拿出来跟大家商量。你比如猪啊、鱼塘啊、树林啊这些控制权，再到自留地确定的面积啊什么都可以商量，因为他们也知道底下这些农民能不能活下去，也关系到他自己啊，他们都是吃这些东西，对吧？以及有赖于我们也得做一些自由贸易啊，我这儿没有的，别人那儿有，我们也得做贸易啊。所以他们也都鼓励一些村民，你们离开公社啊，出去闯一闯啊。你比如湖南湘西的这个凤凰就是一个例子，当地呢就一直用这种大木轮去汲取这个河水啊，灌溉梯田，种植稻米。那村民呢就抓住了3次机会来扩大自己的这个自留地。第一次是在大跃进造成饥荒的时候，因为自己得摆脱饥荒啊，拿回一些地。接着呢，文革初期的这个混乱期啊，从政府那儿又拿回了一些地。接着学大寨运动的时候，他们就被迫上缴了所有的收获。但是到了1972年，他们就一点点努力啊，等于他们的自留地在那个时候已经扩张超过50%了，底下一直在这么干。宁静革命啊，也没要推翻共产党，但是我就是为了我自己的生存，慢慢的把你的这个什么集体经济啊，什么这些政策全都瓦解掉了，执行不下去。所以呢，在这个当地啊，虽然当时啊，这个自留地可能只占土地的5%啊，但是呢，就是也允许啊，你完成公社的工作之后，每天你可以耕作自己的土地啊。那么当然了，在凤凰这个地方就更开放一点啊，甚至允许啊你完全脱离公社，你一整天都只干自己的活，那就很多人这不就走上了自营的道路了嘛，对吧？种菜也好，捕虾也好，你就完全是一个个体户的感觉了。当然了，全国呢还是对这个贸易有限制的啊，你即便有些地方官员呀、生产队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但是整体上还是有限制的。你比如说有一些东西是国家垄断的商品啊，口粮啦、肉类、棉花、茶叶、烟草，还有花生啊，这都是国家垄断的，禁止买卖啊。但实际上林彪事件之后，国家的这个控制的力度也在慢慢的松懈。比如举个例子，有个村啊，他们就是晚上就会炒点花生啊、糕点拿出来卖啊，卖给路人。那也有人检查呀，啊，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是大部分的这个货呀都藏在这个田里，然后拿出来卖就揣在身上啊，就带一点儿。即便呢被抓到，因为抓到之后就是把你东西没收嘛，就充公了嘛，你假如就没收就这么一点，身上就带一点。因为除此之外你也没有办法去对这些人还有什么别的惩罚了。你比如像河南有一些地方啊，有这个禁令啊，严禁这个口粮的买卖。在主要的这个道路上都有检查点啊，比如收割小麦的前后几个月里，那就阻止人用这个，比如自行车啊，可以自由的运送这一袋袋的玉米、小麦。但是啊，这些村民啊，都油得很啊，都知道怎么能够避开民兵啊，比如晚上啊，少量的呀，分装在别的容器里啊，来回几趟啊，反正就有各种各样的招啊，就是猫捉耗子，互相斗智斗勇。就你已经贫困了这么多年了，人们啊，所以都磨练好了这个技术。你当个人啊，这中国人一个个人，他下定决心，我要生存，我要去谋生，我要不管你政府在说什么了，我不信你说这一套了。个人下定决心的时候，一个相对弱的这种政府啊，你是没有办法抵挡的啊。这种人民的潮水，他也不是说要推翻你，但是他就各做各的。按现在的话，他躺平了，你能拿他怎么样呢？你拿一个强行的政策去压他，他也不管你，我就这样了，烂命一条，你怎么办？政府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能从这个大跃进当时那么恐怖的饥荒里存活下来的中国人，在文革的时候了。所以你当让他看到这个一个什么穿制服的一个什么税务官啊，站在什么村口，他心里根本就不怕。所以村民自己动脑子，我怎么才能摆脱这个赤贫呢？对吧？因为有的村过得好啊，所以就各自利用各自的这个村的特点啊，比如说这个交通便利啦，比如可以有捕鱼啊，或者山里有野味可以打呀，水源稳定或者土地肥沃，地势平坦适合去农作啊，或者有一些煤啊、木炭等等资源，反正各村就各自想各自的招啊，摆脱贫困。那在富裕一点的地区，当时中国啊也在进行这么一场无声的革命。最终啊，这一切啊，我们今天讲这一切，最终是推翻了中国的那个计划经济的。很多人总觉得这个计划经济的终结一定是由上而下的，就是文革结束啊，然后上面要搞改革开放，然后放弃掉这个什么计划经济，然后引入市场机制，就是总觉得中国的一切变革都是由上而下的啊，要遇到一个明主明君才能推行，或者怎么不是的。很多这种来自民间的这种反推力是经常被大家所忽视的。我们这一讲就是从这个角度让大家理解，文革时候的中国人也不是完全的坐吃等死，有反抗，有他们自己的办法。你比如说，富裕在华南的沿岸啊，有一些村，那大家就开始养鸭、养蜂、养鱼、烧砖、伐木。当然是以这个公社的名义啊，但是干的私事儿。1971年底啊，浙江的新昌县，当时人口大约25万人，已经有2/3的村民啊都是这种独立的所谓单干户啊。这当然是地方部门就默许的，你管不了了。他们呢，甚至把土地啊租给这些个体户啊，得到一部分的作物当回报。那在毛泽东死去前的1年啊，如果一个人离开公社，说在自己的自留地上试试运气，或者到地下工厂去工作，省里边会认为啊很普遍，很普遍。
你比如温州更是把这一股潮流啊实践到了极致，不管是在市区内或者郊区啊，这种私有资本主义都在蓬勃发展。政府有的时候也去会骚扰一下，总的趋势是阻止不了的。当然了，最明显的在广东啊，广东呢，因为这里边的这种市场林立啊，比如以清远为例，几乎每一种由这个国家垄断的货物，就禁止你去自由贸易的啊，每一种在这儿都可以公开的售卖。口粮啊、花生油、烟草，这业务蒸蒸日上。说200公斤的粮食啊，村里边的那种长老，对吧？就派5个年轻人出去卖吧，不出半个小时就能卖光200公斤。那比如普宁县啊，有大约30个市集，能提供超过100万人所需的物资。那这些市集就招来了地方的农民、工匠、小贩啊，每个人都提着、背着啊、推车的货物过来卖啊。小贩甚至卖这些什么传统戏剧的这些彩色绘本啊，过去的这些书啊，以及没有被红卫兵毁掉的这些古诗集啊，还有那些行走江湖的郎中给人看病啊，说书人到处这个说书啊，打快板什么要点打赏。还有盲人啊，唱这些民俗歌谣，就很丰富的。还有人在这个茶楼外兜售这些配给票啊，说每天都有几百人从省里的其他地方骑脚踏车过来。说某些市集里啊，还有专门跑沿海路线的帮派啊，甚至会到上海去交易这个违禁品。那当地的农村也需要一些机器化嘛，还有人啊能从江西说拉来拖拉机在这个地方卖，所以这里的地方干部就不太愿意干涉啊，甚至有些人还鼓励农民，你不要管这个政府这些规定了啊，你就去种那些更挣钱的作物吧。所以啊，计划经济里的这些农产品的价格呢是固定的，但是人们愿意付出更多的钱在市集上，去挣一些差价，这都非常司空见惯啊。这个差价有多大？我们举个例子，比如黄豆，甚至可以达到500%啊，就是比如说国家呢是以每公斤4毛4来采购这个黄豆，但是在这个市场上就可以卖到2.2块，等于就是翻了5倍啊。普宁的这个市集呢，之所以发展的起来啊，和其他地方一样啊，都是因为计划经济里的货物啊、货品你满足不了一般人民的需要，普通性的货物短缺就会迫使价格上升，那就造就了私营企业。比如木材就是一个例子，1973年的时候，松木的价钱是1966年文革开始时候的10倍了啊，7年后已经10倍了。整个县里上千间房子因为缺木材无法完工，那只能荒废在那里，所以有些人就愿意到黑市里付更高的钱去买。省里边北部的山区就有人随意的伐木，这种买卖不是几个农民啊靠自行车啊拉板车什么就可以来卖的啊。你像这个乐昌、清远和怀集就有数百家工厂在非法的买卖木材，有人估计光是1973年的交易量就高达7万立方公尺。广东呢还有一个优势啊，就是可以帮助人们啊逃离计划经济，是什么呢？就因为离珠三角啊不远的地方，是有那种郊林啊。这些郊林之间呢，其实散布着一些啊是之前这个海外移民回来的啊，解放之后啊那些侨民啊回来，他们呢就是建造的一些巨大的别墅啊，在这块儿
还有上千座西洋风格的这种大型塔楼，里边有什么抽水马桶啊、大理石地板啊、哥特式的这种塔尖儿、碉楼都有。所以这些从海外回来的移民社群呢，跟共产党的矛盾就很大因为他们很多人在1952年土改的时候都被血腥的这个镇压过啊。文革高峰的时候，这些人也都因为阶级背景的缘故，被指为间谍、叛徒、反革命分子就很不满。那1970年之后，这些货物、外汇也都是要靠这些人从境外给弄回来。因为到了1974年，这些海外归国移民手上持有的钱是1965年的2倍。所以有海外关系的家庭在文革的时候最早受到迫害，但是他们也是现在最先摆脱贫困的人。所以很多东西都由他们的在海外这些外汇解决了。那从海外运回来的这些包裹与日俱增，比如省会广州，1972年便累积了超过20万件这里边有什么衣服啊、食用油还有什么豆类、灯泡、火柴、药物都会流入黑市。最后，其他的省份也同样有这种去公社化的措施，比如四川。在大跃进的这个饥荒时期非常的惨。后来又有所谓的二挺之乱就是革命委员会两个，一个叫这个刘杰挺，一个叫张锡挺，这夫妇两个挺把持但是呢，你看到1970年也开始慢慢去把土地租给农民，因为拥有土地就是中国这些农民的一个最基本的愿望。你满足了他们能把这个粮食种出来，大家才有的吃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一场基本发生在乡村的这个宁静革命，就是当时中国人的反抗的方式，你就可以理解为就是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地，就是一个最大的宗旨，这是当时中国人唯一的要求了那有一些比较富裕的村子呢，那就不只是种粮食啦，种一些其他的作物啦，甚至开始兴建地方的工厂。这种做法在广东很常见。当时你比如汕头这个外边有一个地方叫潮安，那么这个刺绣在文革高峰的时候说刺绣是封建，但现在你整个村子就陷入贫困了。但是呢，这个轻工业部1972年就取消了贸易禁令之后，那潮安村一下就可以恢复和海外社群的联系。2年之后，在某些村里有多达1半的妇女重拾这个针线刺绣，他们的产品在海外市场有高达130万元的价值。那也有人转投到五金和工具这个制造那当然了，虽然有些农村的企业归集体所有但是很多人呢都只是用这个集体的表象是要往上交差的实际上是在经营完全私人的生意。你比如说有一地方当地有420户人，除了40户之外，那就还剩380户全都是一家钉子工厂的成员他们就在家里工作，按件计酬，所有利润都直接进到每个工人手里。那工人也要自己想办法找到一些原料有些人就像这些街头小贩买原料，或者从黑市弄那些回收的废铁各自想办法。也有些人会到汕头大批进货。赚得多的工人说一天可以赚5到10元，这就等同于当时一般的农民在公社做一整个月能赚到的钱了，他们一天就能挣到。所以农村企业呢，对于这个市场的贡献不只是这样还靠中间人来卖商品，赚到的钱呢又去买粮草来养猪，或呢买下这个计划经济里没有的进口货品你包括鱼油、阿司匹林。说他们甚至会这个采购人员能跟政府单位去争夺这些生意需要的一些稀有资源，你比如煤钢铁
这都是广东的例子啊，当然也不是只有南部就有这样，你比如江苏，很多这些生产大队也是早在1969年就和个体户就签了这个契约了啊，就公然就违反了当时的这个激进政策。这种做法通常是是在这个土地不宜耕种的一些地方开始的，因为你种不了地，你比如沿岸的这些地方，你非让他们这个政策一刀切，你让当地的村民就在这个沙地上种地，你白费力气，根本就种不出来，所以人家自己就改了，养鱼啊，或者弄一些工业。国家原本的规定是说这个地方必须种棉花，但是你看他们最后啊，工业产出的比例从1970年的 54%， 5年后就提高到 74%， 这个增长率啊比1978年之后还要高得多，这是在文革时候发生的。所以啊，你看家庭式的工厂也有所成长，因为家庭式的工厂是长江三角洲一带就是在解放前原本就有的一种生产习惯和这个商贸路线，现在自己就恢复了嘛，以家庭为单位，所以政府只要你这个手稍微一松开，这些原来的旧做法和路线就重见天日。比如上海附近的一些村庄啊，专门生产一些家用品，陶瓷、布、丝绸、其他手工艺品啊，这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甚至19世纪后期都开始越来越机械化的普及了。本来一些村子里的纺织厂就有这个生产丝的这些简单机器啊，就可以让这个产品更加多样化，而且离上海很近啊，上海本来就有这种成熟的行会啊、商贸会和银行啊，那这些都跟海外有联系，这就是一个贸易的枢纽嘛。那农村工业在1970年代重拾这个昔日光辉啊，你可以从数据上看啊，江苏全省的工业在1970年只占乡村总生产量的 13%， 但是在1976年就达到了 40%。 工厂呢通常都属于公社啊，就是名义上的很多。你比如这个唐桥村啊，在这个地方干部的协助下，70年成立了一家精工厂，拥有25名员工。1年后，这个工厂自己又建了发电厂和纸箱工厂，以及几家五金店和一个饲料加工厂。接着又在1972年盖了一家这个制砖厂。这一切发展都等于将政府啊让这些乡村啊，你就只能种口粮、学大寨什么，完全对这些要求弃之不顾嘛。所以这些村一级的领导这个时候在政治上获得了一些举足轻重的地位，还开始在综合工厂的这种名义之下成立更多的新企业。所以当1976年毛泽东一死，他们马上就脱下这个计划经济集体制的这个外衣。当然了，在那之前还有很多的地下工厂啊，假装是公社拥有的，但是呢，这些工厂都是村领导经营的。其实从大跃进的时候就出现了啊。那当然后边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灾难，有一些工厂就倒闭了。所以这些农民啊，根本就不关心你这个所有权的性质问题，什么姓资还是姓社，他们不关心。中国人只关心我如何能活下去，维持生计。所以你说好，你只要让我能挣钱，你用一个大帽子什么公社什么无所谓，随你去啊，我们都是功利的实用主义者。甚至呢，他们还会买通这些官员啊，你当我的保护伞啊，我给你上供，我们就继续这么搞下去。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呢，高阶的这种官员能做的事儿并不多。你比如张春桥在上海啊，严厉指责这种啊，你们是资本主义的苗头，什么什么，但是没有用啊，你能做什么呢？村民们自己就可以，我把这牲口宰了，对吧？我甚至瓜分公社的资源，挪为己用。除非你像之前林彪的完全的这种军事化的管理啊，完全的这种军事独裁式的，
去把中国那个社会，那你关键这样严苛的一种制度，你存在不了多少年，你就崩溃掉了。当你这么去弄的时候，那这些私人企业就转入地下呗，所谓中国人的暂时避避风头啊。真正的那些激进的拥护毛泽东那些激进分子是没有什么影响力的啊，在这种地方。好，从这个自留地啊和这个租地上发展起来的这个菜园经济，只要有多余的产出，这些农民就会骑着车跑到城里去卖啊，蔬菜啦、水果啦、鸡鸭鱼肉啊，甚至挨家挨户的登门去叫卖。有些人啊就聚集在百货店外边、火车站或者工厂前面啊，就在地上就把这个摊儿一摆，开始卖。那公安呢，肯定是到处去抓他们啦，驱赶他们。但是你驱赶他们还会回来啊。后来就有些地方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农民呢，不只恢复了城乡之间的联系，就通过去卖货嘛，城乡之间有联系了啊。那么他们还甚至展开一些大规模的迁徙，就不再理会中国这个户籍管理制度了啊。当然，理论上在国家层面理解这是非法的，但人家就这么做了啊，不管你。你比如在大跃进期间，有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就移居到这个城内，就在地下的这些工厂打工啊。当然，饥荒的时候呢，这些人又被所谓的清理低端人口啊，又被送回到家乡，但是他们还是会回来做一些城市人不愿意做的苦工啊、脏活、危险的事儿。那到了1970年的早期啊，已经有许多村庄发展出这种迁徙的传统。他们都知道如何躲避政府的纠察，怎么样在城里找到工作啊，然后呢还照顾留在乡下的家人啊，甚至有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有一些当地的村干部啊，答应我来照顾这个留守的老人和孩子，那这些大人们就会一起出去打工把这个钱再汇回来啊，然后这就是一个整个这个村子的一个命脉。这个村领导也从里边去拿一些回扣啊，反正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巨大的一个这个生态啊，很有意思。那林彪事件之后，数百万人想要规避政府的控制，就是钻这个户籍制度的漏洞嘛。那定居在城市中心或者外围的啊这些人啊，那城市周围出现了一圈圈相对有钱的人啊，因为这些小贩啊、农民啊都移入这个边缘地区种菜或者做这个小手工，然后卖给城市居民啊，就是慢慢的就这么发展起来了啊，城市的范围在扩大。这些人呢，甚至就最后就不再种地了，直接就在市集的旁边开启一些什么小吃摊啊、小餐馆。很多人都处于一个模糊的地带啊，因为一方面要躲避政府的监控啊，也要有可能会被遣送回乡下，是吧？但是呢，这些人也都要计划，希望自己身份合法啊，拿到真正的城市的居留权啊，所以就会想尽办法用一些私人关系啊，行贿啊，或者像用这种方式吧找人啊。这里边还有一些人呢，受雇于国有企业啊，这就让工厂的领导可以减少劳动成本。一个人正式的留下来，他们就会把村里的其他亲戚朋友也带过来。这些民工啊的数字是非常令人吃惊的。政府曾经在1968至1969年试图去减少这个城市的人口，但是当时达到这个效果呢，后来又完全的失效了啊！你比如陕西全省主要城市，1970年都增加了25万人啊，隔年更是增加了33万人，总计达到360万人口。如果考虑到自然的人口增长和计划经济所造成的变更，我们可以知道，增加的人口中有很多都是避开了这个户籍登记限制的农民啊、士兵啊，甚至这些干部。在别的地方也是一样，比如湖北城市人口在1965年至1970年只增加了约33万人，但是之后的2年便增加了50万人。光1972年就有超过30万人计划取得城市的居留权，其中1/5都是靠这种欺诈取得的。
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没有居留权，那他们就怎么办呢？比如嫁给城市居民的啊。那么除此之外，在1971年和1972年，还有50万个农民定居在城市外围的这个城乡交界处啊，他们就是来来回回在这个城市跟农村之间啊这么进进出出啊，通勤。北京当局，那你当然了，管得最严的地儿，他就发现人民的这个流动啊很难管。你到了1973年，已经有一群群的这种无业人士就在北京街上游荡啊，有些人找工作，有些人呢被遣送回乡下又回来啊，也有些人呢是为了去这个东北黑龙江，然后从北京经过啊，反正说据统计，当时每天大约都有20到30万人经过北京，就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啊。这就迫使公安部在1年之后要雇佣1万名以上的人手，日夜不停地来清除北京城里的所谓不速之客。那么不仅越来越多的人不理会这个户籍登记制度了，这个他们就自由迁徙了，甚至呢还免费旅游啊。说据这个黑龙江省会哈尔滨当局估计，1973年大约有130万人坐车的时候逃票。甘肃省的省会兰州啊也是说1973年10月14日进行了一次突击检查，查票的时候发现每3个旅客之中就有2个都没有票，就是大家已经完全不把你这个政府的这些政策啊、什么法律法规啊什么不当回事，根本就没有人遵守了。同年在兰州也是大约33万人都是偷偷爬上这个运货的火车啊，去做这种免费旅行啊，迁徙。另外，从上海开往乌鲁木齐的快车也常常遭到一整群人的拦截啊，就一群人会把这个火车逼停下来，然后呢，这些没买票的人就爬上车，就是坐霸王车嘛，在国内很多地方都成了一种习惯了，因为人们就会说你说人民火车嘛，人民火车就是让人民坐的，不付钱啊。市内的交通也一样啊，人们这个上公车不肯买票，有的时候就是逃票啊，甚至如果你司机或者售票员去管的话，还遭到一些很蛮横的这个乘客去殴打。你说光是1973年的10月，山东的省会济南就有数十位售票员包括司机遭到当众的殴打，有的是伤势严重到就没法再回去上班了。所以就是一个当时啊，就你可以理解中国政府它是一个很弱的政府了，这个民众的对他的这些信仰啊、信任度啊，对吧，都没有啊，很弱的一届政府了。所以你就没有办法阻止这些数百万的人到处移动啊。那当然了，也有人移动到你比如说一些本来无人居住的地方啊，这个政府是欢迎的啊，希望你们可以去开发出一些资源来。到东北啊，这个就不说了。好，所以啊，无论是这个专心搞经济的这些地方领导，或者是重建民间市集的农民，当时全中国人呢，其实都在默默的去和过往重新建立联系。比如我们原来是这种家庭作坊式的，原来这个村里是有市集的，原来这个门上贴的是什么门帘，就是你过去的一些传统中国的生活方式。人们呢狂热之后共产主义的这种狂热之后，大家都明白没指望假的共产党，对吧？搞什么均贫富搞什么这一套理念，证实没用，大饥荒我们还是饿肚子，文革这么瞎搞我们还是饿肚子，大家就不信了。所以呢，都在默默的，我就反正自己做呗，我往过去去找联系你有的时候农民只是带一点玉米到市集上，对吧？或者花点时间在自己的这个自留地上去耕作，但是每个人都做这么一点点突破，最终呢就一点一点的就全都越过了这个计划经济的界限。那经常越过或者越的多了，大家这个胆子就更大起来了嘛。
尤其是看到你像这个林彪啊、这种军队啊、革委会啊，这一切东西都失败了之后啊，大家就更大胆了，那就开地下工厂呗，甚至做一些投机买卖啊。所以不管在哪儿啊，当时虽然我们名义上是说文革是66到76年啊，76年之后才算文革结束啊，但是其实文革的最后这些年，大家也都明白文革失败了嘛啊，那这些就会让人民的胆子变大，等于用各种方法，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问题。所以人民决议啊，不想再过他们之前过的生活了，他们就能想出不同的方法来摆脱困境。所以你可以理解啊，这是一场由下层人民、底层民众啊发起的一场宁静革命啊，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无所不在的发生在当时中国全国各地。它并没有那种大声张扬啊，什么说要什么推翻你啊，搞什么多大动静啊，起义啦，什么开枪啦，什么没有这些事儿，全都没有。但是最终这一切啊，席卷了整个国家啊！你可以认为，其实当时所有中国人的这种无声的啊，用自己这种方式的为了生计的一种抵抗，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那个国家。好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感谢收看、订阅、分享。